俄军10月的总攻遭受耻辱性惨败，每天损失近1000人。数周的阿夫迪夫卡战役，乌克兰有心算无心，俄军114旅全军覆灭。赫尔松州第聂伯河左岸的战斗也越来越引人注目，恐将成为乌军冬季的主攻方向。现在乌军 ATACMS 导弹已经到手， JASSM 导弹还会远吗？接下来请看俄乌战场详细情报。根据乌克兰官方统计的数据，从10月11日到10月20日，俄军总共损失了218辆坦克、426辆步兵战车，超过400门火炮，伤亡8970人。在这些伤亡中，绝大多数都集中在阿夫迪夫卡一线。在这里，俄军的行动受到了普京的亲自关注，他们动员了8个旅，接近4万人围攻乌守军。不过，截止23日，俄罗斯除了留下大量装甲车辆的残骸和士兵的尸体，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战果。在21到23日战斗中，俄军以迪亚内和奥皮特涅为根基，组织了大规模化机械纵队，向阿夫迪夫卡旁这3个组成的三角防御群和阿夫迪夫卡的南端发起了冲锋，并叫来了战斗机配合进攻，但均被乌军炮兵、无人机和防守部队彻底击溃。现在田野里到处都是燃烧的俄军装备以及倒闭的士兵。反观乌军第59旅趁机反打，成功收复了在沃迪亚内北部部分实地。目前双方争夺的焦点在奥皮特内的采石场和农场的入口处，双方都在向这里增派预备队，所以接下来的日子，火力军估计乌军肯定会想办法将沃迪亚内和奥皮特涅彻底拿回来，避免这里成为突破口。在24日战斗中，俄军继续采取人海战术，在阿夫迪夫卡发动自杀式进攻，在伤亡数千人后，才将俄旗插在了阿夫迪夫卡附近的垃圾堆上。而且，据俄消息来源称，负责攻打这个垃圾堆的俄第114旅貌似已经全军覆没了。俄军先后调集8个旅，接近4万人，却没有取得太大进展。这是因为战场上的攻守态势已然发生了变化。对俄军而言，阿夫迪夫卡久攻不下，加上接连遭受重创，以及按照俄军目前储备力量已消耗2/3来看，俄军在阿夫迪夫卡已经无力进攻了。但俄罗斯方面却没有任何罢兵认输的迹象。据乌军第110旅发言人安托考斯昆透露，在阿夫迪夫卡的俄军一改先前疯狂进攻的模式，效仿哈马斯玩起了地道战，正大肆挖掘地道，试图由地道潜行到乌军阵地附近发动偷袭。乌军正凭借远程火力轰炸这些修建工事的俄军。爱沙尼亚国防军情报中心主任安茨基维塞尔格也称，俄罗斯正在储存炮弹，并准备再次发动进攻。据悉，目前俄军已储备了400万枚炮弹，可供使用1年。由此可见，俄军已经做好了长期战斗的准备。至于俄军在阿夫迪夫卡遭受的灾难性损失，其实我们深入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这种损失不足为奇。首先，俄军的进攻缺乏出其不意的因素。乌克兰情报部门事先就知道俄军即将对阿夫迪夫卡发动进攻，提前有了充分准备，自然能更有效地抵御俄军的进攻。其次，在阿夫迪夫卡的战斗中，俄军未能在同等程度上以空袭支援地面行动。要知道，在过去11天里，俄军已经确认损失了5架战斗机，另有2架未经确认。这不仅意味着俄军的战斗机数量减少，也意味着乌军已经调整并准备好了大规模拦截俄军战斗机。再加上作为防守方的乌军有着天然的地形优势，可以依托防御工事雷区，让无人机尽快发现并瓦解俄军的攻势。最后就是僵化的指挥。如果仔细对比，就会发现俄军在阿夫迪夫卡的进攻与7、8月份完全不同，几乎每天都有将近1个旅的装甲力量在流失。这种自杀式的进攻，火力军推测很可能是之前普京上前线视察和找格拉西莫夫密谈的结果。应该是普京下了死命令，让俄军尽快拿下阿夫迪夫卡。但显然已经开始打地道战的俄军不可能完成任务了，所以俄军的惨败是一开始就注定的。与此同时，泽连斯基也与高级指挥官举行了特别会议，主要议题也是阿夫迪夫卡。扎卢日尼在会上汇报说，阿夫迪夫卡一切都在乌军控制之中，目前俄军已经由进攻转入防守，可以说阿夫迪夫卡第一阶段乌军完胜。
若火力军所料不差，进入11月后，随着乌克兰确定好冬季防守和进攻态势，乌军无人机打击俄军火炮系统，估计又将重新成为重点。而俄罗斯一方的无人机，随着以哈冲突的爆发，伊朗自身将受到巨大压力。不知道下一阶段，俄军是否还有足量的无人机实施袭击。在扎波罗热前线，21日到23日，乌军继续在维尔波维村周围以及新普罗科皮夫卡东侧区域发起进攻。即便俄军第42空降师通过人员消耗，也未能阻挡住乌军的进攻步伐。最终，俄军还是将防区缩小了2倍。相反，乌军竭力推进，最终将战区宽度扩大到了15公里。到了23日，该区域的乌军部队换防已经完成。此外，乌军还在罗伯季涅东北方向的新费多里夫卡取得了进展，现在距离定居点仅有6公里。在赫尔松第聂伯河前线，火力军依旧维持此前的判断，认为第聂伯河将成为乌军冬季的主攻方向。在千人渡河穿透塔斯乌平斯克和皮沙尼夫卡的俄军防线后，乌军决定扩大行动规模，建立第2个桥头堡。目前 ISW 已通过卫星定位确认乌军攻入了克林基。22日、23日时，俄军对左右两岸的乌军阵地进行了狂轰滥炸，并出动地面部队对左岸乌军新增的桥头堡进行反击。不过，截止23日，乌军仍然控制着克林基村。逐渐扩大的乌军桥头堡让驻守俄军感到了极大威胁，其在接到了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乌军桥头堡的命令后，便开始了对桥头堡乌军的进攻。其首选目标就是接近 M17 和 T2206 公路的交汇处的塔斯乌平斯克村和皮沙尼夫卡村。鉴于俄军炮火猛烈和综合攻击，乌军虽稍有后撤，但最初的桥头堡阵地还是守住了。俄消息来源也证实，尽管俄空袭不断，但乌军仍坚守着阵地，因为乌军已经在第聂伯河沿岸岛屿上建立并巩固了一条长达20公里的补给线。这使乌军能够更容易地进行轮换、撤离和向部队提供弹药。乌军千人渡河后，仅仅2周就创造了一个接一个的战绩，已完全可以证明，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第35旅和第36旅的部队的确战力非凡。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最有名的马蒂亚尔的无人机部队很有可能已经跟随35和36旅抵达了赫尔松。另外，火力军觉得塔斯乌平斯克和皮沙尼夫卡目前周围局势虽然尚不明朗，但却是乌军势在必得的目标，因为这2个村子离左岸的 M17 与 T2206 公路的交界处很近，这里南接克里米亚，东连梅利托波尔，是俄军南线补给线的重要节点。乌军若是能彻底收复这2个村庄，不仅能将俄军沿第聂伯河的第1条补给线彻底切断，而且乌军还能在左岸建立一个重要的立足点，成为进攻新卡霍夫卡的跳板，甚至有机会发动大规模登陆战，从而收复赫尔松全境。再加上现在乌军桥头堡优势已经建立，若这时候退去，岂不前功尽弃？泽连斯基也在10月24日国际克里米亚平台的在线讲话中表示，乌克兰很快将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拥有火力控制能力，所以火力军才觉得乌军冬季作战的主攻方向很可能就是这里。大戏已经拉开了序幕，之后会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库皮扬斯克、莱曼还是老样子，俄军进攻被击退，再进攻再被击退。22日，俄军对库皮扬斯克门户辛基夫卡、伊万尼夫卡进攻了30次，创下了单日进攻的最高纪录。对这条战线乌军阵地的炮击也达到了惊人的708次，但结果却是俄军除了付出惊人的伤亡外，什么也没有得到。唯一值得一提的是，23日，据 Telegram 频道报道称，俄防空部队再次击落了自己的米8 MTV5 直升机，机上人员全部死亡。而在前不久，俄防空部队还在托克马克和扎波罗热接连使用 S-300击落了自己的苏35战机。有俄罗斯军事博主称，按照我们英勇的防空系统的工作力度，我们很快就会失去全部飞机。
在巴赫穆特方向，北翼值得一提的战况虽然不多，但战况依旧十分激烈。据22日战报显示，乌军第30机械化旅连续打出多枚集束炮弹来瓦解俄军的进攻，场面非常壮观。而且由于南翼补给线已被乌军火力截断，俄军守城部队的补给物资需要绕到北翼的苏勒达尔线路，所以俄军在北翼的苏勒达尔变得更加重要了，增加了不少防御力量。在南翼，乌军特种部队和无人机向着巴赫穆特市区南部和西部的俄军阵地发起进攻。俄军目前正在抓紧时间在废墟中构筑防线，如库尔久米夫卡方向，乌军在占领了俄军一个重要的地区防御阵地后，俄军开始在库久米夫卡与霍利夫卡市之间的尼古拉耶夫卡德鲁加村、科德姆村等地快速修建防御工事。目前战斗仍在村西郊以及村庄南北两侧进行，又或是在克里斯奇夫卡以北，乌军已越过铁轨并站稳了脚跟，正继续在从克里什奇夫卡、安德里夫卡、库久米夫卡北部的铁路路基以东向 T0513 公路平推。但由于俄军沿线布设了重兵和密集的雷区，所以想要解放 T0513 公路必将会迎来一番大战。乌克兰基辅邮报22日呼吁美国应该向乌克兰提供射程更远、威力更大、性能更先进的 JSSM 远程巡航导弹。这是因为在17日晚上，乌军利用援助的 ATACMS 导弹对位于别尔江斯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俄军机场发起了突然袭击，成功摧毁了21架俄军直升机和其他机场设施。报道称，这次袭击让俄军丧失了乌克兰东南部地区的空中优势，极大削弱了俄军进攻能力。而且由于担心乌军的再度袭击，俄军开始把别尔江斯克机场的飞机转移到其他地方。更让乌克兰感到兴奋的是，面对乌军的打击手段升级，俄罗斯并没有拿出相应的反制措施，证明俄军已经用尽了战场手段。因此，乌克兰方面认为美国应该放开手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 ATACMS 导弹，以扩大战果。美国动力网站则表示，乌克兰获得的 ATACMS 导弹都是早期型号，分别为 MGM-140A、M39 和 Bark 1。这3种导弹的战斗部都属于集束弹药，由950枚相对较小的 M74 子弹药组成，但射程也相对较短，只有165公里。美国并没有提供乌克兰迫切希望的射程在300公里以上的 ATACMS 导弹改良型号，因此基辅邮报才开始向美国喊话，要求美国提供射程远的武器，以瞄准乌军耿耿于怀的战略目标克赤大桥。克赤大桥虽然几经乌军袭击，但至今仍在为俄军在克里米亚的部队运送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目前乌军获得的 ATACMS 导弹只有集束弹头，适合对付停放在空地上的飞机等软目标，但想要摧毁牢固的克里米亚大桥却并不适合。而在美国的武器库里的 AGM-158 联合空对地导弹非常适合进行这类拆除工作，且数量多。AGM-158 是空对地武器，可由 F-16进行投掷，它精准，射程从370公里到超过1000公里，而且具备隐身特性，加上还是空投发射，因此自主性和灵活性也更高。此前乌军就曾要求援助这种武器，但在当时连 ATACMS 也不给，更不可能给 JASSM 了。现在 ATACMS 已经到手， JASSM 还会远吗？另外，据乌克兰政府新闻处报道，10月24日，乌克兰总理杰尼斯·什梅加尔在对德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会见了德国总理舒尔茨，并讨论了支持乌克兰的问题。乌克兰还与欧盟委员会一起制定一项新的乌克兰长期援助基金，总金额为500亿欧元。预计乌克兰2024年将从欧盟获得180亿欧元的直接预算援助。可以说，正是来自盟友的大力支持，乌军才撑到了现在，并能一步步展开反攻。好了，关于第聂伯河成为乌军冬季主攻方向，美国是否会援助 JASSM 导弹，大家是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